我怎么都没想到，辛苦1年等来的80万分红，最后竟然被我的总裁妻子一分不少的给了他身边那个男秘书。更可笑的是，他给我的理由。苏婉宁，你最好跟我解释解释，这80万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突然发什么疯？我的年底分红为什么会转到周衍账户里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？周衍这半年帮我处理了不少事儿，年底了，我就让财务把你那笔分红给他当奖金了。你拿我的钱给他发奖金，不就是80万吗？我回头给你补上不就行了？这是补不补的问题吗？那是我的分红。你的分红不也是公司的钱？再说了，你一个技术部的小组长，分红能有多少？我随时都能补给你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姐夫，这么早来找苏总啊？行了，回去上班吧。好。姐夫慢走啊。他们大概忘了，我手里还有恒源34%的股份。顾征，这个点打电话，年底请我吃饭。恒源的股你还要吗？你说真的？34个点，全部，你出个价。34个点，全部，你出个价。你说真的？真的，34个点，一股不留。当初创业的时候，我是恒源第1大股东，也是技术合伙人。后来婉宁说她想独当一面，我把 CEO 的位置让给了她，但股份从第1天到现在，我1股都没卖过。她知道我有股份，只是大概早忘了到底有多少。明天我让律师拟合同。好。这把尺子，从我刚来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。哟，姐夫这是搬家啊？辞职了。姐夫，犯不着吧？不就是一笔分红吗？苏总都说了会补给你，你这也太小心眼了吧？你说的对，小心眼了。征子，年底了，出来搓一次顿，老地方烧烤。行，我请你。股份全卖了，明天签合同。顾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疯，想通了。你34个点，恒远现在市值多少你知道吗？那可是反正好几个亿，你就因为你老婆把80万给了个小白脸，你要卖？你他妈你是真牛逼！等等，你卖了，钱呢？到你自己账户？对。那你发了呀？不是，你老婆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她不知道你卖了股？她大概也不记得我有这么多股。你这波操作，釜底抽薪啊！没那么夸张。她觉得我斤斤计较，那我就大方一点，股我也不要了，人我也不当了，各过各的。那你以后干嘛？先在家歇几天，打游戏。几个亿到手，第一反应是打游戏，你真是个怪人。主要是新赛季更新了。5天年假，按我那点工资算也就几千块，无所谓了。顾先生，恒源34%股份转让总价6.8亿元，首付60%，今天到账，剩下40%，一周内结清。顾总，合作愉快。别叫顾总，以后叫我老顾就行。我现在是无业游民。4亿0800万。征子，你是不是辞职了？嗯。你老婆都打电话跟我告状了，说你跟她闹脾气。儿子，你是不是跟婉君吵架了？妈，我没冲动，我想好了，而且我现在不缺钱。你不缺钱，你一个小组长一个月挣多少我不知道，房贷车贷还着呢，你哪来的底气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之前在公司有股份，最近卖了。卖了多少？几千万吧。儿子，你说你有钱也不早说，妈还以为你受委屈了呢。不是，妈，我就是受委屈了。哎呀，那都是小事儿，有钱了什么委屈不是小事儿？对了，你还没离婚，
顾铮，你是不是卖股份了？嗯，你卖给谁了？中辉资本，陈悠年。顾铮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陈悠年一直想吞恒远，你把股份卖给他，他加上之前散户手里收的持股已经超过我了，你这是在把公司往外推。哦，你就说一个哦，这是你参与创办的公司，你就这么卖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想过了。那你为什么？不就是一点股份吗？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？顾铮，你先别冲动，咱们能不能见面谈谈？分红那件事是我考虑不周，我给你补上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双倍补。真不用。顾铮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跟我说，你开个条件。我没什么条件，股已经卖了，合同签了，钱收了。婉宁，这事儿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大概是你说我斤斤计较的那天吧，我就想通了，人嘛，还是大方点好。苏总，今天开盘又跌了，中辉现在38%，还正式提了董事会改选。把股东名单、委托投票、法务意见全都给我。今天的行程能推的先推掉。苏总，我这边有个方案，能先把外面的情绪稳住。说，年后直接做一轮品牌升级，预算提到3000万。现在市场最缺的不是产品，是信心。3000万从哪出？技术部现在人太多，先把重复岗位优化掉，核心的人不碰，省出来的钱足够补市场。核心技术别动，其他细节你跟人事先碰，方案框架我批。陈幼年38%，再拉几家小股东，改选就不是吓唬人了。公司业务不会乱，管理层也不会乱，先把眼前的票数稳住。苏总呢？技术部调整怎么是你来开这个会？苏总在忙董事会，方案他已经批了，我负责落地。现有编制砍掉一半，留下的集中做核心项目，其他人统一转岗。技术部砍一半，市场预算却涨到3000万，这两个调整是一起做的。公司现在需要的是声量，技术能做出来，不代表市场会买单。预算得往能见效的地方放。技术都砍没了，你拿什么去做品牌？拿 PPT 卖产品吗？张工，现在是公司调整，不是技术部自己开会投票。那我就问一句，谁定的？谁签的？看清楚，苏总亲笔签的。他批的是优化，不是让你一刀砍掉一半。你连我们的项目怎么跑都不知道，凭什么改技术架构？张工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方案已经定了，愿意留下的按新动作走，想转岗的人事会安排。至于接受不了的，可以走。张工，你真准备现在走？不走等什么？让一个不懂技术的人改架构，最后系统出了问题，谁来背这个锅？你一走，技术部这边更没人能顶住他了。那也不能让我陪他胡来。下班我去找顾总，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清楚。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先进屋再说。顾总，我干不下去了。先说说到底怎么了？技术部被一刀砍掉一半，剩下的人拆成3组，用不上的往客服和行政塞，项目还一个都不能停。而且他把话说得很死，谁接受不了谁自己走。文件上真有苏婉宁的签字？有签字，但他批的是优化框架，最后怎么变成砍一半人，是不是他本人定的，我不敢说。这个先别交，顾总，我不是怕丢工作，我是真不想跟他这么干。你现在走，谁最高兴？周烨，那就别急着让他高兴。征子，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？再留半个月，该上班上班，该做项目做项目，别主动跟他顶，也别给他机会抓你的错。从明天开始，他开的每一次会都留原始会议记录，别自己加工，原话怎么说就怎么留。预算改了多少，哪一笔从技术部挪出去，什么时候改的，也记清楚。还有供应商，谁推荐的，报价多少，换过几次，能留底的全留底。人事调整、邮件、方案版本也都留原件吗？对，尤其是改过的文件，千万别删。你这是让我给周燕留证据？先保护你们自己，空白文件别签，补录的别签，没看完的别签，正常流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别让他最后把锅扣你们头上。我就知道你不可能真撒手不管。顾总，你是不是准备回来了？不是回来，是把账算清楚。3个条件，少一个我都不回。我还没说请你回来，你先开上条件了。你买恒远38个点，不是为了看它继续跌。继续。现在技术部被砍一半，预算往市场挪，人再散下去，你买到的不是公司，是个空壳。所以你找我是想保技术部？
我要只是保几个人，给他们重新找工作就行了，没必要坐这儿跟你谈。那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新董事会名单里必须有我，董事长，我来当。一上来就要董事长？你要的是公司稳住，我回去还继续当谁手底下的执行人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苏婉宁呢？他的职位以后由董事会决定。今天我谈的是恒远，不谈婚姻。第二，成立技术委员会，我担任主席。技术部的人事、核心岗位和研发预算，没有我的签字，谁都不能动。连预算都要抓。研发预算能被一个秘书一句话挪去做品牌，我不抓，回来干什么？第三，3000万品牌升级，剩下的钱先停。项目是苏婉宁批的，你要直接叫停。我不看谁批的，我只看3000万怎么来的，钱去了哪儿，供应商为什么换，报价为什么一版比一版高，预算变更、供应商、合同、文件版本全部做专项审计，审完没问题，我亲自恢复拨款。你准备的这么细，不像临时起意。临时起意的人才会让一个秘书去动技术团队。顾铮，我得问一句，你借我的票回去，是为了救公司，还是为了找周衍、苏婉宁算账？恒远是我一行代码一批人熬出来的，我不会看着它被人拆烂。至于谁做错了什么，账查清楚，谁的谁认。条件我说完了，你觉得值我们再谈，觉得不值就当今天喝了杯茶。行，我同意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股东大会以前你别公开回去，你一露面，苏婉宁会拉票，周衍也会立刻收手。小股东我来稳，技术部你稳住，真实记录留全，要动就一次动干净。可以。技术部人砍一半，项目一个不减，这个排期根本跑不下来。跑不下来，就说明以前的人效有问题。人多不代表效率高。技术不是销售，4年磨合出来的团队，砍掉一半，不是明天招几个人就能补回来。张工，公司也不能为了少数人的习惯永远不调整。张工，我知道你跟顾铮很多年，但现在讨论的是公司，不是谁以前怎么带团队。苏总，这跟顾总没关系，我说的是项目风险。风险我会承担，公司也不能永远按顾铮留下的那套方式走。该改的就得改。品牌升级预算3000万，照常推进。谁还有问题，按流程提，不要一有调整就拿以前那套说事。苏总已经定了，后面就按执行结果说话。还交辞职信吗？不交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说什么，周衍说什么，原话都留着。研发预算这里已经改过2次了，旧版我留着。品牌项目我重新筛了几家供应商，能把落地速度再提一涨。总预算别过3000万，效果别给我打折。具体供应商你定。放心，我都比过了。顾总，这是今天的，全在这儿。这家有问题。这家公司3年前就被我们采购部拉黑了。永久停用供应商走特批，得苏总本人签，而且风险说明要一起附上。什么事儿非得让我过来？远蓝的方案最合适，但采购因为3年前的旧记录不肯入库，项目时间快来不及了。不是普通旧记录，虚高报价、转包、延期，当年因此永久停用。如果现在方案团队都变了，就按现在的情况评，别拿3年前的事儿来搞针对。可以重评，但有件事儿，我觉得您应该先知道。什么事儿？3年前远蓝第一次进恒远，负责商务对接我们的人，就是周助理。你以前在远蓝？3年前待过一段时间做商务，后来我就离职了。那次恒远跟远蓝合作，也是你对接的？是，但那时候我就是普通员工，项目怎么交付不是我能决定的。你以前是对接人，这次又有你推荐，按流程至少应该提前申报。我没股份，也没从远蓝拿钱，以前在哪儿上过班，也算利益关联。你现在跟远蓝还有利益关系吗？没有，我正因为熟悉他们，才知道现在的人方案和3年前完全不一样，不是因为认识才把他们塞进来。可以重新评，但不能因为你熟就跳过复核，更不能你推荐你评，最后还是你推动特批。项目只剩几周窗口，按你这套流程走完，市场机会早没了。风险复核最快多久？完整复核至少2周，历史问题还得让法务和财务一起过。2周太久。可它不是普通新供应商，是永久停用，真要重新启用，至少让周助理退出这次评审。我把项目做完再回避，现在换个人接手，谁对结果负责？他不用回避，采购把风险说明补齐，项目继续。苏总，我还是不同意。3年前的损失有完整记录，现在又是原对接人推动重启，这份风险我没法签字放弃。你不签可以，我签。会把结果做出来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
会议也有录音，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可就和我没关系了。出了问题我负责。老杨当面反对，他还是签了字。他知道周岩以前对接过袁兰，知道，老杨还让周岩回避，他也没同意。那要不要？不用。从现在开始，谁做的决定，谁自己担。第一版才1860万，第二版2450万，现在第三版已经涨到2980万了，钱越加越多，具体交什么反而写得越来越模糊，这个我没法直接放过去。这版范围跟前面不一样，发布会、媒体投放、创始人专访都加进来了，预算肯定会往上走。价格先放一边，这个付款条款一签合同就先付40%，比例太高了。杨总，媒体档期和场地都得提前付钱，春节后的窗口就这么几天，现在不锁，后面有预算也排不上。远蓝才刚从永久评用名单里特批恢复，第一单就要40%的预付款。身为采购经理，这个条件我不同意。老杨，我知道你要控风险，但项目不能每往前走一步都按最保守的标准卡着吧？再拖下去，时间真来不及了。我不是故意卡你们，远蓝3年前为什么被停用，你应该清楚。最后出了事儿，烂摊子还是公司自己收。怎么还没定下来？你们现在到底卡在哪儿了？方案已经定了，现在就是采购不肯放40%的预款，再拖2天，所有资源都得重新排。苏总，我不是不让项目往前走，我卡的是40%的预付款，这个风险我必须说清楚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按这个方案走，发布会还能不能按原定时间落地？只要今天把预付款批下来，资源马上锁，发布时间不用给。总预算没超过3000万，发布会时间也不能再往后拖。预付款按合同走，今天把手续办完。可以，苏总，但我的风险意见会写进审批里，这一条我必须留着。我现在就去盯执行，后面的进度我会随时跟你同步。第一版1860万，现在已经2980万了，不到2周多了1000多万。你再看交付内容，前一版比一版写得清楚，真正要交什么反而越来越模糊，真出了问题，连责任都不好认。首付款也已经批了40%，1192万，付款流程已经走了。都到这一步了，我们真就不拦一下？该提醒的采购已经提醒了，况且字是他签的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发布会还有2个小时，你跟我说现场已经能用了？远蓝的人呢？把他们项目负责人叫过来，我现在就要见他。周总，远蓝今天根本没派人来，真正干活的是他们转包的第三方。对方说远蓝一直没结款，凌晨3点就停工了。你昨天还跟我说，场地、执行团队和媒体资源全都已经锁好了。我现在就联系远蓝，直接找设备方，现场还能补救。苏总，第一批媒体已经到酒店了，几个重点客户也快到了。发布会先不取消，旁边小厅先做签到，物料全部拆开，设备这边直接联系原厂，别再等远蓝回复。苏总，现场还有个问题，演示环境到现在还没联调完。昨天不是安排了技术部的人过来吗？人呢？原来是小陈和老何，小陈上周被转去客服了，老何现在一个人盯2个线上项目，今天这边没人到场。张工，你现在带个人来酒店，发布会的演示环境还没调好。周助理，我们现在还有2个高优故障在处理，上周现场支持被你从技术部职责里拿掉了，原定的人也转岗了，我现在临时凑不出人。张工，现在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，先把人派过来，其他问题回公司以后再说。我没跟你争别的，我是说线上故障不能扔，现在真没人，你要我过去也得先让我把这边稳住。张工，是我，你那边最快多久能腾出人？我把这个故障处理完就过去，最快40分钟，我只能带1个人，其他人得守线上。好，你先把线上稳住，40分钟以后直接到后台，到了找产品经理。王总，你先等一下，苏总这边还在准备。这就是你们让我专程过来看新版本的现场？发布会马上要开始了，连演示都还没准备好。王总，现场出了点临时状况，技术人员已经在赶过来了，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演示补上。苏总，我今天带人过来是看你们产品，不是来看你们现场救火的。11点前我要看到演示，看不到，下午那个合作就不用谈了。苏总，11点前看不到演示，下午的合作就先取消。我知道，11点之前一定给您结果。不用等了。顾铮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处理点事。处理什么事儿？今天发布会弄成这样，你是专门过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要真想看你笑话，站门口看看就行，没必要进来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？顾铮，你不会真觉得所有事儿都能用一句巧合带过去？苏总，其实也不能怪您多想，最近技术部和采购那边确实都不太正常。张工他们突然什么都按最死的流程走，远蓝那边采购又一直卡，今天现场刚出事儿，顾先生就来了，确实太巧了。按流程办事也叫不正常。那你们以前都是怎么做事的？你别拿流程说事儿，技术部以前是你带的，你敢说这些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？远蓝是你特批重新启用，40%的预付款是你签的，技术部重组也是你点头让周衍做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你倒先问是不是我干的？顾先生，
您要是对公司有气，可以等发布会结束再说，没必要非挑这个时候过来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来找你们吵架的？从我进门开始，不一直是你们在拦着我问？你既然不是来看笑话的，那这里现在也不需要你，请你出去，别影响我们处理发布会。我现在不能走。苏总，客户都在这边，再这么吵下去更难看，要不先让保安把人请出去吧。保安，既然顾先生不愿意自己走，就把他请出去。他是我叫来的。怎么，我叫个人过来，还得先经过你同意？怎么，我叫个人过来，还得先经过你同意？陈玉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发布会出了点问题，你把顾铮叫过来干什么？出了点问题，王总都准备取消下午合作了，你管这叫一点问题？现场的问题我自己会处理，用不着你插手。你要是处理得了，我当然懒得管。可客户都快让你送走了，我还能继续看着？陈总，现场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顾先生都离职了，现在让他回来碰公司的系统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客户都要走了，你现在跟我谈合不合适？有这个功夫，不如先想想现场怎么会弄成这样。所以你把顾铮叫回来，就是想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承认我处理不了。苏婉宁，现在丢的是恒远的客户，不是你我的面子。你想跟我争位置，等发布会结束以后随便争。演示后台在哪儿？带他过去，先把王总的演示救回来。陈玉年，这件事没完，先把今天撑过去再说吧。先别都围着，最后一次正常运行是什么时候？昨天傍晚还正常，远来晚上更新完演示包以后就一直报错。服务器没问题，把昨晚更新的版本号调出来。这个版本不对，这是3个月前的测试包，正式版本早就换掉了。先别说谁的责任，这个问题现在能不能解决？能。先把最新正式包拿过来，再重新部署一次。那会不会是技术部昨天发错版本了？他们最近本来就一直不配合。谁发错的以后查。现在先把客户留下，别在这里耽误时间。张工，现场拿到的是旧测试包，你把最新正式构件直接推到这边，再给我开临时测试权限。他已经离职了，现在重新给系统权限，出了问题谁负责？临时权限开给他，今天先把演示做完，其他问题结束以后再说。旧包撤掉，缓存清干净，新版本一到，直接重布爽。好了，能跑了。你一来就知道问题在哪儿，真有这么巧？这套系统我带人做了几年，看得懂问题，不代表问题是我弄出的。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您最关心的3个功能，我直接给您跑一遍。数据是实时跑出来的，后台记录也可以直接核对。产品没问题就行。下午的合作照常，其他事情你们自己处理。顾总，这个旧包我找到来源记录了，昨晚确实是远兰发过来的。这个版本3个月前就下线了，远兰怎么会有？3个月前这个包只对外导出过一次，是做投资人路演，申请确认人是周助理。这份测试包3个月前只对外导出过一次，申请确认人是周助理。那次是投资人路演，我确实申请过，材料最后发给了几家活动公司和制作团队，不止远兰一家。3个月前正常工作用过的东西，不能因为今天出了问题就直接算到周岩头上。我没说是他，既然这个包出去过，就把昨晚是谁重新拿出来的查清楚。我让 IT 查高档库的访问记录。先查这个文件最近一次被访问是什么时候，再看下载记录。这个包昨天凌晨又被人从断档库下载过一次，几点？凌晨1点17分。登录账号呢？周岩。旧测试包昨晚凌晨1点17分被重新下载，登录的是周岩的账号。不可能，凌晨1点多我已经回家了，我根本没登录公司系统。账号登录不代表就是本人，公司电脑会保存密码，别人用过他的账号也不奇怪。可以，那就继续查设备，是谁登录的，总会留下痕迹。设备编号、内网地址，还有昨晚的门禁都查了吗？工程师都查了，登录的不是周助理办公室那台电脑，是品牌组会议室的备用机。那台机器品牌组的人都能用，我以前也在上面登录过，账号保存着很正常。现在总不能还说是周岩本人吧？先查清楚，别一有东西就往他身上扣。但是查门记录时发现，凌晨1点09分，有人刷卡进了品牌组办公区，1点26分才离开。是谁？凌晨1点09分刷进去的是周助理名下的员工卡。卡是我的没错，但我昨晚根本没去公司，卡被谁拿过，我现在也说不清。既然人不一定是他，那就查监控，光靠一张门禁记录说明不了什么。查，入口、电梯、车库全调出来。1点09分，人进来了，你们也看见了，这根本看不出是谁。把1点26分离开的画面接着放，别只看进门。这个人我见过，是远兰那个项目经理赵凯，他前几天来过公司。看到了吧，是远兰自己的人，现在总不能还说是我干的。人是远兰的，可他刷的是你的卡，登的是你的账号，这个问题不是更大了？
赵凯现在人在哪儿？早上的事情我可以解释。先别解释发布会。昨晚1点多，你为什么会在恒远办公室？我是去拿演示文件的。谁让你去？是周助理。赵凯，你别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半夜进公司了？不是你让我避开技术部，自己去会议室拿旧包的吗？你现在全推我头上。周岩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把发布会搞砸了，现在就是想找个人替他们背锅。背锅？昨晚进门用的卡是你亲手给我的，账号和密码也是你写给我的。你少胡说！我让你拿资料，没让你拿旧包，更没让你把发布会搞成这样。你现在装什么？昨晚就是你让我别找技术部，说他们磨叽，让我自己去品牌组拿。临时取用演示资料，无需技术部复核。下面签的是周岩。他让你拿资料，不等于让你拿旧版本。你们远兰自己拿错东西，别什么都往他身上扯。苏总，你护他也得讲点道理吧？我半夜被他叫去公司拿文件，现在却成我一个人的事了。我让你拿资料是为了赶进度，谁让你拿3个月前的旧包直接上现场了？等等，你刚才还说卡和账号跟你没关系，现在又变成你让他拿资料了。行了，他最多就是把卡和账号临时给赵凯拿资料用，又不是让赵凯拿旧包去砸发布会。现在该问的是远郎为什么敢这么干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我说正式包拿不到，先拿旧的顶着，现场能跑起来就行。你不信你问他。你少胡扯！我让你先准备东西，根本没让你去拿旧包上线。是你跟我说先把东西做出来，流程后面再补。现在出事了，你一句不认就完了。他让你赶进度，不代表让你违规，更不代表让你们远郎把项目做成这样。卡是不是你给的？账号密码是不是你给的？别扯其他的，先回答这2个问题。是，我给过，但其他事情我可没让他做。你们先别吵了。远兰这边，我刚又查出一笔更麻烦的合同，2980万。可我们把现在能核实的实际执行一项项对下来，只有940万。你只算现场执行当然不够，媒体渠道策划还有资源置换，这些都不是免费的。我都算了，能拿出合同、发票和付款依据的，我一笔没漏，全部加起来也不到1300万。 2980万的合同能对上的不到1300万，中间至少差了1600多万。品牌项目本来就有很多没法按普通采购去算的资源，不能拿几张发票就说钱有问题。你少在这装外行，合同怎么拆，哪笔走哪家公司，当初不都是你跟我谈的吗？那就说清楚，剩下的钱到底怎么走的？你问我干什么？这事儿周助理最清楚。赵凯，你们自己报高价乱传包，现在查出窟窿了就想往我身上扔，少来这套！你让我转的3笔钱，我每一笔都留着，真要翻账，谁也别装干净。你先把话说清楚，远兰的账是你们自己做的，别一出事就什么都往周衍身上扔。苏总，你是真信的？560万，周助理让我打到启辰品牌管理，我连公司名字都没听过。这笔560万，远兰到账第2天就转出去了。可我们的项目交付里没有启辰的任何成果。品牌项目本来就有外部资源合作，没有单独列成果，不代表人家没做事。媒体公关渠道很多东西本来就不是按件交付，不能只看有没有一份文件。那就查查启辰到底派没派人，做过什么，谁对接的，都查过了，所有名单里都没有启辰，连1张工作单都没有。也可能是他们把资源包给远兰统一执行了。包什么包？启辰连个人都没出。那560万就是周岩让我转的，转完以后他还催我别在项目群里提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埋项目群了？你急什么？转账备注还是你让我写的渠道预款，要不要把回执书再放大点给苏总看看？都闭嘴！老杨，启辰这家公司是谁的？法人叫周志远，我们刚合过，和周岩是亲兄弟。亲兄弟开公司又不犯法，只要启辰真的提供过资源，这笔钱就不能直接说有问题。那你先看看后面，启辰去年申请进恒远供应商库，为什么没过？当时申报人也是周岩，因为没披露关联关系，被顾总直接打回了。那是去年的事儿，这次启辰是远兰找的，又不是恒远直接签的，性质根本不一样。启辰是你找的，还是周岩指定的？他指定的。公司名、账号打多少钱全是他发给我的，我只是按他说的转。周岩，你最好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。还有一笔，启辰收到560万以后，当天下午又转出280万，收款账户的户名周燕本人。这钱跟恒远没关系，是我哥之前欠我的私人款，他只是借启辰的账户还我。你可真会编，560万刚到账，转眼一半进你口袋，这也能叫你哥还钱？你少在这给自己洗白。远兰转包、停工拿旧包，哪件跟你没关系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干净了？可你护他也得讲点道理吧？卡是他的，账号是他的，钱最后还进了他的账户。启辰收到远兰的钱以后，17分钟就转给你280万，真是还私人借款。借条呢？亲兄弟之间借钱，谁还天天写借条？当时都是口头说的。兄弟之间有私人往来很正常，单凭一笔转账，不能直接说这280万就是项目回款。可启辰自己账上记的不是还款，这280万摘要写的是项目咨询费。我之前确实帮启辰做过品牌方案，他们给我一笔咨询费，有什么问题？刚才还是你哥还钱，现在又成咨询费了。周助理，你自己先把说法对上行不行？钱的性质可以让财务核查，现在没必要因为一句备注就在这里定性。那再看这个，启辰和远言的560万服务合同是钱到账3天以后才补签的。
先打钱，3天以后再补合同。服务内容还只有渠道资源整合这一项。品牌合作临时补合同很常见，资源先锁，手续后补，不代表这钱有问题。常见个屁！那份合同是钱转完以后你让我补的，还专门说别把具体交付写太细，免得以后对不上。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合同是你远蓝签的，钱也是你们转的。对，是我转的，可公司名是你给的，账号是你给的，金额也是你定的。够了，赵凯的话本来就不能全信，先把账查完，别在这谁声音大谁有理。行，那这些材料够不够先停周衍的付款和系统权限？不行，他手上还有发布会善后和品牌资源，现在把权限停了，剩下的项目谁接？钱都进他个人账户了，你还准备让他继续批款？苏万宁，你是真不怕再出一笔？陈永年，你别装的跟为公司好一样，你不就是想借这件事把我清出去，再把婉明从 CEO 的位置上挤下来吗？我跟他争的是 CEO， 你这280万可不是我打给你。审计下午进场，你的付款合同和系统权限先停，他要不同意，明天董事会上再说。启辰收到560万当天，转了280万进周嫣个人账户，这是我哥还我的私人借款，项目款和这笔钱只是时间碰巧，别混在一起说。既然有协议，就先把项目和私人往来分开查。你什么时候借给他的？钱从哪个账户转出去的？去年10月，家里凑的现金不是从我一个账户出去的。我们查了你和直系亲手近3年的账户，没有280万借款走。家庭借款不一定全走银行，也可能其他亲属先垫的，不能只凭流水就下结论。昨天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说那280万是你该拿的，让我别多问。你们远蓝把事情搞砸了，现在为了自保，什么话都敢编。编没编，听完再说。560万先走启辰，到账以后280万转给我，备注写咨询费，别写分成。这段录音被你剪过，前后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录音有没有剪辑都还没做鉴定，没确定真伪之前，谁也别拿它当结论。那就送鉴定，但在此之前，先把他的付款合同和系统权限全部停掉。不行，品牌项目还有一堆合同没收尾，还需要他把项目做完。都查到个人账户了，你还在担心谁来替他收尾？公司没人了，还是只有他会签字？陈总，我看你们今天不是来查账，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苏总的人全部清出去。我跟他争的是 CEO， 而且你这280万可不是我打给你的。我提议，周岩立即停职，所有权限冻结，相关项目由审计组接管。现在表决，赞成5票，反对2票，决议通过。谁让你们现在就停的？还有一件事，周岩被停权前10分钟又提交了一笔800万尾款，这笔付款已经被风控拦下，审批人是苏婉宁。是我批的，现场还有一堆费用没结。远蓝说不付款就停掉后续，我总不能让项目烂在那里。800万是一笔尾款，还是几笔？不是一笔。周岩分成4笔，每笔200万，6分钟内连续提交。超过500万要2次复核，他拆成4笔，刚好绕过去。项目收尾有4个不同科目，分开付款很正常，别一看到拆分就说我在绕流程。科目写的不一样，可收款公司账号、申请附件全是一套，你只是换了4个名字。供应商让统一收款也不是没有，只要最后能对上合同，分几笔有什么区别？区别是这4笔钱都不是付给远蓝，而是付给启辰。别把这事儿往远蓝身上推，我们从来没让恒源把800万打给启辰。委托收款函是你们盖章交过来的，现在又说不知道，这不是我签的，账号也不是我们项目章，谁弄的？你问你自己。合同章尾号是47，委托函上是74，章都盖错了。附件都是助理和供应商整理的，我只负责提交，我不可能每个章都拿放大镜核对。系统给你谈过风险提示吗？谈了2次，收款方与合同不一致，关联供应高风险。苏总2次都选了已知悉，继续支付。周岩跟我解释过，说远蓝账户临时受限，启辰只是代收，项目赶时间，我不可能每一步都停下来重查。采购提醒过，系统也拦过，你不是没看见，是看见以后还是签了。周岩已经停职，审计结束以前，苏婉宁的付款和供应商审批权限也必须停。我是 CEO， 你们凭什么连我的权限也停？就凭你在2次风险提示以后，连续批了4笔钱，你不同意，那就表决。赞成5票，反对2票，决议通过。苏婉宁相关财务权限立即冻结。他们不是在查账，是想一步步把你架空。明天上午召开临时股东会，第1项罢免苏婉宁 CEO 职务，第2项提名顾铮接任董事长。周先生已经停职，不能参加今天的股东会。他是品牌项目负责人，今天谈的又是他的项目，我带他进去说明情况。今天先表决你和苏婉宁的问题，被审计的人坐进去旁听，不合适。他们连位置都给顾生留好了，这场会根本就是冲你来的。你在外面等我。第1项议案，解除苏婉宁首席执行官职务。陈永年，你想要 CEO 的位置，可以直接说，没必要拿几笔还没付出去的钱做文章。1192万已经付了，王总差点走，800万又被你连续签了4次，这叫没出事。采购提醒过，系统也拦过。苏总，我们想知道的是，你为什么每次都选继续付款？项目卡在窗口期，我必须做决定。
结果不好，不代表当时的判断就是错的。供应商是你特批的，风险提示是你越过的，4笔钱也是你签的。那你觉得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判断错了？技术部这段时间处处卡我，陈永年又一直推动改选，你敢说这些事儿不是你提前安排好的？技术部没有卡任何人，我们只是按流程留记录做复核。真正要求绕开技术部的是周燕。关于解除苏婉宁 CEO 职务的议案，现在表决，赞成68.4%，议案通过。第2条议案，增选顾铮为公司董事，并提交董事会选举董事长。股份都卖了，人也走了，现在公司一乱，你又回来当董事长，顾铮，你等这一天很久了吧？我是不是董事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我自己说了算，让股东投票。顾铮当选公司董事长，审计继续。周燕、远兰、启辰3条线一起查，所有资料原样封存。你回来，就是为了看我输的有多难看。苏婉宁，把公章、合同和 CEO 权限交出来，今天下班之前完成交接。审计还没结束，你们就让我交东西，顾铮，你是不是太着急了？决议从宣读那一刻就生效，现在不是问你愿不愿意，是通知你按时交接。苏总的 CEO 账号、付款权限和合同审批权限已经全部关闭。他们现在最想拿的是公章和那几份原件，东西一交，你手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些是公司文件，不是他们拿来踩我的证据。远兰补充协议和启正委托函还在你办公室，只要原件没交，他们今天就接不完成。按照董事会要求，办公室物品需要当面清点，2名见证人都在。我只是拿私人物品，你们有必要像防贼一样守着我？个人物品可以直接带走，公章、合同原件、优盾和项目档案必须逐项登记。远兰补充协议原件和启真委托收款函原件都不在。项目材料每天都有人拿去整理，暂时找不到很正常，别一少东西就说有人动了手脚。昨晚周助理来过，他说是您让他把那2份原件拿走，重新补附件。他只是整理材料，你别当着这么多人乱说，好像他在偷东西一样。查昨晚办公室和地下车库监控，重点看他离开时带了什么。好的，顾总。11点48分，他带着文件袋离开了这一层。他把文件带走，不代表是想毁证据，也许只是带回去补材料。周岩现在就在地下车库，他刚把车开出来，被出口安保拦住了。这是我的私人东西，你们凭什么扣？2份公司原件失踪，监控又拍到你带文件离开，你可以自己打开，也可以等警方到场后打开。东西是苏总让我拿的，要问你们问他。周岩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让你把优盾也带走了？昨晚11点多，你让我把远兰和启真文件先拿出来，还说别让顾铮先碰到，优盾跟材料放在一起，我当然一起带走。我让你把材料重新整理，不是让你偷偷塞进后备箱，你少把自己做的事儿推到我身上。文件原样封存，监控门禁和刚才所有人的话一起留档，上楼再说。封存编号确认，接下来所有说明都会形成书面记录。你说是苏婉宁让你拿的，他当时怎么说的？他让我先把2份原件和优盾拿走，别让你们在交接时拿到，等他把董事会那边压下来，再送回公司。你胡说！我只让你核对附件，根本没让你扣着不交。我就知道真出事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说没讲过。周岩，你今晚去办公室，把远兰、启辰那2份原件和优盾先拿出来，顾铮明天肯定会批交接，这钱不能先落到他手里。我说的是等法务核完再交，不是让他把公司东西占为己有。董事会已经要求当天交接，你让人先把原件和优盾先藏起来，不让新管理层拿到，这不叫整理。我只是担心你拿着这些东西做文章，文件又没丢，我随时都可以交回来。董事会决议生效后，未经登记把合同原件和优盾代理公司，已经不是晚交几个小时的问题。4笔200万他也知道，提交前我把付款页面给他看过，他说你把钱付出去再说。我同意的是项目付款，不是让你伪造委托函绕开复核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。4张申请你一张张点的继续支付。现在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谁信？一个负责拆，一个负责签，你们现在争谁更无辜没有意义。这里还有一份协议，不在刚才的交接清单里。周岩被停职以后，公司还要额外补偿他600万。甲方签字苏婉宁，签署时间就在昨晚。这是补偿协议，不是付款凭证，金额高一点不代表钱已经出去了。周岩昨晚还没被停职，你为什么提前把他的离职日期和600万补偿都写好了？品牌项目不稳定。我提前准备一份留人方案，有什么问题？留人方案为什么叫离职补偿？连离职日期都定好了，你准备留他去哪儿？这份协议是他主动给我的，他怕项目出事以后公司把责任全推给我，所以先答应补偿。我给你补偿是让你把项目收完，不是让你拿着协议来威胁我。所以协议是真的，签字也是真的，现在只剩一件事，钱走没走？
600万没有一次性支付，但已经拆成3笔，200万一笔。3笔钱分别打给3家公司，备注名称不同，付款附件却是同一份。那是3家正常合作公司，钱也不是打给我的，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扣。一家法人是你表哥，一家股东是你大学同学，另一家的财务负责人是你亲姐姐。你不是说这些公司跟你没关系吗？怎么一查，全是你家里人？认识我就算关联，他们给恒远做过服务，有合同有发票，你们凭什么说有问题？合同有，发票也有，可3家公司没有进场记录，没有交付文件，连验收签字都是你一个人。这些公司的关系，你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申请材料都交给你了，付款也是你亲手批，你现在说不知道，是想让我一个人考？你给我的材料里根本没写这些关系，你故意瞒着我，还敢说是我批的？你签字的时候只问项目能不能按时上线，现在出事了就开始说材料没看清。第一笔钱到账当天，系统谈过关联风险，审批记录显示苏总选择继续支付。我当时只想先把项目做完，周衍说材料没问题，我没有理由怀疑他。采购提醒过，系统拦过，审计也查过，每一次都是你自己点的继续。 3家公司还有一个共同的业务联系人，所有合同都是这个人介绍给周衍的，联系人是苏婉宁的亲弟弟苏明浩。苏明浩做的就是品牌资源，他帮公司介绍过几家供应商，有什么问题？这3家公司一开始就是他带来的，老板、报价、合作方式都是他跟我谈的。他负责介绍，你负责审核，现在出了事，你倒全推给他了。你们俩别在这儿演了，合同谁答来的，钱是谁催着付的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人通知到了吗？别让他们隔空吵，叫苏明浩进来自己说。不就是介绍了几家公司吗？至于把我叫来审辩？你跟这3家公司是什么关系？认识几个老板而已，我负责牵线，后面怎么签怎么做不归我管。 3家公司收到600万后，2天内又转了420万给浩成咨询，浩成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苏明浩。这是居间费，我给他们找项目，他们给我分钱，做生意不都这样？介绍资源收服务费很正常，没有名号牵线，这些项目根本进不来。 600万的项目，一份交付都没有，你弟弟拿走420万，你还觉得这是正常服务费？420万的比例是你自己定的，你说先走3家公司，再转到浩成，账面上才不会太难看。合同是你做的，验收是你签的，钱到了以后你也没少拿。现在倒分得挺清。 之前一个说苏总点过头，一个说周助理能签，逼我们配合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样子。明浩，把不该拿的钱退回来，剩下的交付重新补，这件事还有的谈。没有交付，隐瞒关联，钱还转回自己公司。你现在想让他退钱补材料，就当这事没发生。3家公司进供应商库时，都填了与公司管理层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最终复核人也是苏婉宁。表不是我填的，我每天签那么多材料，不可能连每个联系人都查一遍。你弟弟的名字就在第1页，你签字的时候到底看没看？ 明浩，你当时不是说只是普通合作吗？这几张表到底怎么填的？姐，你别现在全推给我，当初是你说别写我们的关系，不然采购那边过不了，我才让他们这么填的。姐，是你当时说姐弟关系别往表里写，写了采购肯定卡。现在你别装不知道。我是让你先别填那一栏，没让你把420万拿走。钱呢？钱是我一个人拿的吗？公司是我找，可供应商是你保，款也是你催着放的，出事就全推我。你们姐弟俩的账自己算，别张嘴就把我拖进去。你少装！ 浩成转给嘉航那120万，不是你开口放屁！钱在你手里，想转给谁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别吵了，把后面的流水放出来。 420万分了3笔，180万去了景兰置业，120万去了嘉航，剩下120万还在浩成。景兰置业，你把钱打那儿干什么？云栖公馆32层的首付款，房子登记在你名下。那套房是苗说要给爸妈住的，先写我名字方便办手续。我根本不知道他拿的是这笔钱。项目款到账，第2天就交了你名下房子的首付，你一句不知道就想撇干净。 他拿什么钱买房？我怎么可能每笔都问？他答应过我不会动公司的钱。姐，你差不多得了，房子是你看中的，首付不够也是你让我先从回款里垫，你现在全忘了？你闭嘴！我让你先垫，没让你动恒远的钱。认购单写得很清楚，首付款先由浩成垫付，项目结算后处理，签名是你。浩成自己也有项目，我怎么知道这里写的是恒远？一句备注能说明什么？苏总，别硬撑了。远兰每次催款，周凯都让我们先找苏明浩，你们这条线谁不知道？嘉航的法人是周岩表哥，网银和业务邮箱一直是周岩本人在用。我让嘉航做渠道了，钱不是白拿的，你们查不到是你们没查全。渠道合同是钱到账后补的，验收单一个字没填，投放记录1张没有。你做哪儿了？行了，钱没花完就退，房子的首付我来补，嘉航也把钱退回来，先把窟窿堵上，别再把事情闹大。现在不是退钱的问题，材料已经够了，立刻报案。苏明浩、周岩，跟我们走一趟，相关情况到经侦再说。 等一下，账还没核完，你们现在把人带走，后面谁来对材料？材料你们继续核，人我们依法询问。苏女士，你也别离开本市，随时需要你配合。你昨晚怎么跟我说的？出了事儿你会处理，现在一句话都没有。我让你做项目，没让你伪造文件往自己公司转钱，你自己做的事儿别往我身上挂。姐，你连他都不认了，那我更不用指望你。行，进去以后大家各说各的。现在你满意了？我弟弟周衍全被带走了，公司也被你闹得人尽皆知。报案的是法务，带人的是经侦，你有话留着做正路。现在先把公司的事处理完。远兰、启辰、嘉航全部停，
正常供应商别动，别因为查3家公司把整个业务都掐死。远兰手上还有2个现场没结，现在停，今晚就会缺人。让原来的2家接回去，先做3天临时单，价格和交付老杨盯着，别再给任何人一口价报关。王总的正式版本还差接口压测，原来被调走的2个人，要是今天能回来，明晚能交。转岗通知全部撤回，愿意回技术部的今天就回，薪资和岗位按原合同恢复。行，你负责，我再给恒远一次机会，下午暂停的合作继续。王总放心，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你接手半天，供应商、技术部、客户全安排好了，你早就在等这一天吧？我没空等你出丑，项目1天不交，公司就多赔1天。我先把这个窟窿堵上。警察刚来电话，周岩交了一只 U 盘，说里面的东西能证明600万协议到底是干什么的。他又想编什么？苏婉宁女士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有一段录音，我们需要你当面说明。苏女士，把昨晚那份600万协议说清楚吧。那是离职补偿，协议还没付款。周岩拿他说事儿，无非是想给自己减责任。你原话是远兰启辰的事儿你先扛，别把明浩带进去，这也是正常补偿。我说的扛是让他把自己负责的工作交代清楚，不是让他替谁犯法。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怕审计顺着启辰找到苏明浩，才让我先认下流程问题。你答应了？600万到账，我离开恒源，他保苏明浩，我把远兰和启辰的责任扛下来，就这么谈的。别什么都问我姐，3家公司怎么走账，周燕比她清楚，她拿的钱也不少。那这笔进苏婉宁房产账户的180万是谁定的？他那套房先用项目回款垫一下，等年底分红下来再补，不是我自己往他账户里塞的。苏明浩说，房款是你开口让他先垫的。他现在为了保自己，什么都敢往我身上推。那套房是家里的事儿，跟恒远没关系。钱从浩城出来，40分钟后进了你的房款账户。你签认购单的时候，真不知道钱从哪来。我只知道是明浩先帮我周转，我没有问他每一笔钱从哪家公司出来。远兰启辰家行相关账户已经申请冻结，苏婉宁那套房也暂时不能处置。证据交给他们，我们只管把客户和项目接回来，别让公司的人跟着他们一起倒霉。苏明浩说，3家公司名单是你整理的，假委托收也是你找人做的。名单是我整理的，可公司是他找的，钱也是他要这么分。那张假函是他把模板发给我的。他拿着我姐的权限到处签字，现在说自己只是帮忙，真有本事，让他把那120万吐出来。2个人都承认隐瞒关联关系，也都说你知情，你还要坚持自己只是没问清楚。一个拿我的钱，一个借我的名义做生意，现在出事了，倒成我一个人的主意了。这份申报表改了2次，第一次写了苏明浩与苏婉宁为姐弟，第2次被删掉了。删除关联关系的账号是你的，最后确认的人也是你，苏婉宁，这一条你怎么解释？这份申报表改了2次，第一次写了苏明浩与苏婉宁为姐弟，第2次被删掉了。删除关联关系的账号是你的，最后确认的人也是你，苏婉宁，这一条你怎么解释？账号放在办公室，周衍平时也会替我走流程，光看账号不能说就是我改的。删除以后又做了一次确认。确认码发到你的工作手机，30秒后通过。那天事情多，周也拿过我的手机，他催着说材料要马上提交，我不可能每一页都重新看。别往我身上推，是他自己说明浩只是介绍资源，姐弟关系写上去采购肯定卡，让我删掉。当时还有谁在？苏明浩、赵凯都在，你们分别问，省得他又说我编。3个人的说法一致，你让他们删掉关联关系，再由你自己确认。是我当时觉得亲弟弟帮忙牵线不算真正的供应商关系，那一栏是我让删的，但我没让他们从公司拿钱。你有没有拿钱，不是只看你怎么说。房款审批和录音还会继续核，今天先到这里。谁让你们把我的东西全搬出来的？顾董要求今天完成交接，私人物品已经封好，您确认地址，我们明早送过去。公司拿回去了，办公室也清了，你还准备做到哪一步？最后一件，你看完，交给自己的律师。你要跟我离婚？公司刚到手你就把离婚协议送过来，顾正，你是怕别人说你还跟一个被调查的人绑在一起？这份协议不是今天准备的，你把我的分红转给周衍氏律师就开始做了。又是那80万，行，我还你，我给你800万，够不够？你还是没明白，我问你为什么动我的钱，你当着周岩的面说我斤斤计较，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那时候是周岩一直在我耳边说，是他把我带偏了，现在他做的那些事儿，我也被蒙在鼓里。供应商是你保的，风险是你越过去的，录音里让他顶责的人也是你，别到最后什么都成了周岩逼你。苏女士，协议您可以不签。顾先生的离婚起诉材料已经提交，这次不是跟您商量。非得挑这个时候，公司刚出事，我弟弟还在里面，你就急着跟我撇清关系。我第一次找律师是你把80万转给周岩的第2天，跟今天的调查没关系。就为了80万，你把婚都算计好了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？不是80万，是我问你为什么动我的钱，你当着周衍的面说我的钱你想给谁就给谁。我当时正在谈项目，话说重了而已。你一个大男人非要抓着那句话不放。我没抓着不放，我只是从那天开始不想再跟你过了。恒远呢？你现在是董事长，公司就跟离婚没关系了。顾先生此前出售的股份已有完整交易记录，
目前他担任董事长是公司治理职务，不等于个人持有恒源股份。所以你早就把能分的东西都处理干净了，再回来做董事长，你还说不是算计我？房子、存款、车都按律师列的处理，公司追你的钱，公司自己追。我没拿婚姻替你挡，也没拿离婚多要你1分。你真要看着我被他们查，我再怎么做错也是你妻子。公司出事的时候，你先保的是周衍和你弟弟，现在轮到你承担了，才想起我是你丈夫。我可以把80万还给你，房子也不要，你把起诉撤了，我们重新来。协议带回去，以后让律师联系，别再来公司谈这件事。顾铮，你会后悔的。顾董，最早那笔80万，我们又翻出一份补充确认单。我没见过这张东西。当时我问过要不要找您本人确认，苏总说不用，他说你们夫妻的钱他能做主。这份确认单是周岩账号上传的，最后审批是苏婉宁，可文件里没有顾董的电子证书记录。查这个签名从哪儿来的？不要看像不像，查原文件。找到了，这个签名是从3年前一份股东决议里截出来的，连纸张上的折痕都一起带过来了。文件创建人是周岩，第一次保存用的是苏婉宁办公室的电脑。顾董，这张同意书是他们伪造的。原文件、电脑镜像、上传记录全部封存，谁都别再碰原件。晚上9点14分建文件，9点21分打印，9点32分由周岩账号上传。那晚还有谁在18楼？安保负责人说9点以后18楼只剩苏婉宁和周岩，2个人10点07分一起离开。我当时觉得不对，特意给苏总打过内部电话，公司的待机有录音。顾总本人没签，这笔钱能转吗？先转，顾铮那边我去说，别耽误周岩发奖金。我说我去跟顾铮解释，不等于我让周岩伪造签名。没有本人签字，财务不会转。你知道这件事，也知道最后钱转出去了。我只让周岩把手续补上，我没让他从旧文件里抠顾铮的签名。他就在旁边。我说没顾铮签字，财务不会放款。他回我一句：做张能用的，别让财务再来烦他。他撒谎，我从来没说过让他做假签名。这是你助理的口供，他说当晚就是你指示周岩伪造的签名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不用想着狡辩了。找到了，不是1张，是2张。这张单签署的时候，我已经离职了。技术部从没验收过远蓝，他们交上来的东西连测试都没过。这张验收单上传后的第2天，1192万就付出去了。上传人周岩，最后审批苏婉宁。顾董，80万只是第1张。先确认一件事，这张验收单上传的时候，我离职手续生效了吗？已经生效4天。离职审批最后签字的人是苏婉宁，而且这项目根本没验收，17个阻断问题，技术部当天就退回去了。审计负责人苏婉宁11点03分看过退回报告，11点14分批了付款，前后差11分钟。我每天看那么多文件，不可能每一份都记得。再说，技术部退回不代表项目完全不能用。上面写的是验收不通过，不是建议修改。你看完11分钟就批了钱。周衍跟我说，顾铮离职前已经看过版本，只差补手续。我信了他的话。他又拿我挡。顾铮走了4天，他比谁都清楚，那张离职单就是他签的。假验收单是谁提出来的？技术部不签，财务就不放款。他当时就在办公室，说顾铮人都走了，签名从以前文件里找，先把流程走完。我说的是找以前的验收资料参考，不是让他复制顾铮的签名。苏总，我当时就在门口。您说的是技术部不签就先照旧补，今天的钱不能再卡。我让你们补流程，谁让你们做假文件了？现在一个个都往我身上推，倒显得你们全没责任。顾铮已经离职，你知道，项目没验收，你也看过，假单上传以后，钱是你批的，现在不是谁推给谁的问题。核心流程都过了，性能也达到合同指标，这才叫验收。后面的合作按原计划继续。原件入档，技术报告一起留，以后谁催付款也得先把验收做完。我承认我催了付款，也承认我没把技术报告当回事，但签名不是我做的。假验收单打印前，电脑上做过一次预览，预览的人脸被办公室摄像头拍到了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我当时没注意签名是从哪儿来的。苏婉宁，你看过假验收单，又亲自批了款，把手机和随身物品交出来吧，你今晚走不了了。还有几件事没核清，今晚你继续配合，暂时不能离开。验收单不是我做的，签名也不是我贴的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还想问什么？先说这笔钱，你知道技术部没验收，也知道顾铮已经离职，为什么还要批？发布会卡在那里，远蓝又催款，我批的是项目进度，不是那张假签名。张工，服务器在批量删文件，先断外网，别关机，谁都别乱点，保留现场。一组做整盘景象，一组保业务库，客户系统不能停，证据也不能丢。外部连接断了，删除停住了，不是刚触发的。删除任务昨晚11点43分就设好了，今晚自动执行。删的都是什么？远蓝底稿、启辰付款附件、嘉行验收，还有2份录音。正常项目文件一份没动。你们公司的服务器刚刚启动批量删除，删的全是远蓝、启辰和嘉行材料。我人在这里，服务器删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得到消息，任务昨晚建立，确认账号是你的，时间是11点43分。昨晚周衍拿过我的电脑，也拿过优盾，又是我的账号，不代表就是我操作的。这回别找我，要删哪些文件是他自己一份份勾的，
任务也是在他面前设的。为什么要删？他说钱已经走完，留着底稿只会让审计顺藤摸瓜，删干净最多算供应商资料没保管好。删除前做过反存，录音还能恢复一部分，恢复出来先做哈希封存，原件别播放，拷一份给经侦。里面有苏婉宁的声音，而且说得很清楚。远蓝、启辰、嘉航这些底稿全删，全删，钱都走完了，留着只会给自己找麻烦。不是账号，不是周岩替你点的。苏婉宁，这次是你自己的声音。我让他们删的是废稿，正式材料公司都有备份，我没想毁掉什么证据。正常项目一份没动，偏偏只删审计正在查的，你管这些叫废稿？这些东西都是周岩整理的，我怎么知道里面哪些有用，哪些没用？周岩说清单是你勾的，苏明浩也承认你让他先把关联材料拿走，两个人都签字了。他们拿了钱，做了假文件，现在倒一起把我推出去。是不是他们推你？后面看证据。现在请你继续配合调查，相关材料我们会一并移交。最后一轮，谁都别走神，跑完这次就交付。全过了，这才是我当初要买的东西。前几天那一版差点把我气走。前面的烂账公司会处理，产品今天按标准验，过就签，不过继续改。后面的合作按原计划继续，别再给我换一套班子。远蓝留下的2个现场都有人接了，价格比他们低，今晚能进场。1天半把客户、技术和现场都接回来了，看来董事长的位置没白给你。业务先稳住，追回来的钱到哪一步了？周衍账户里的80万已经被追回，按照原始分红记录，应当退回您的个人账户，按原路退，账怎么错的就怎么改回来。兜了这么大一圈，80万终于回到你自己手里了。这次就发布会恢复系统的人按贡献发奖金，总额80万，我个人出。走工资还是公司奖励？走公司代发，税照常扣，资金从我个人账户进，名单和标准发给每个人，谁有疑问就来问。顾总，这钱您留着吧，该做的活我们本来就得做。钱先退回我账户，是把账改对。现在我拿自己的钱给大家，是我自己愿意。公司的钱谁都不能替别人做主。顾总，这钱真发呀？我们就是把自己那摊活补回来。谁救了哪一段，熬了几个冬宵，都写清楚了，该拿就拿，别跟我客气。发可以，也不能让您自己掏这么多。公司账刚理顺，这次我先出，以后项目赚了，奖金照制度发。客户和现场都稳住了，今天不谈庆功，先把旧账收回来。80万已经追回，启辰、浩成、嘉航账户暂停支出，那套房的首付款也做了保全。远蓝、启辰、嘉航的合同都停了，正常供应商照常结算，没让其他项目跟着遭殃。公司损失单独追，员工工资正常供应商和客户交付，1分钱都别往后拖。周衍、苏明浩和苏婉宁的相关材料已经移交，后续公司按通知配合，其他人不接触证据。财产部分已经核过，今天再确认一下，双方还有没有需要协商的？我可以签，恒远撤掉追偿，房子也别再冻结。你签不签，婚都会离。公司追不追也不是我们的夫妻账。房子我不要，存款也可以给你，你让法务别再追明浩，行不行？你弟弟拿的是公司的钱，那不是你拿一套房子就能替他还清的。顾铮，我都退到这一步了，你非要把我们一家都逼到底。我没要你的房，也没多分你的存款，谁拿了公司的钱谁还，谁签了字谁说清楚。这不是我在逼你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一点情分都不留。离婚清单里我1分没多拿，公司那边也没多算你一笔，这就是我能留的情分。双方都没有异议，我按今天确认的内容出条件书。他们2个都补了材料，服务器删除、假印收、关联关系隐瞒，全说是你拍板。他们想把所有事都推给我，不是光靠他们说，证据也在。离婚的事办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得谈案子。他们2个都补了材料，录音、审批、电脑记录也对得上。现在麻烦了，周衍拿了钱，明浩也拿了钱，凭什么最后都说是我拍板？因为钱是你批的，假验收你看过，删除录音里也是你的声音，他们跑不了，你也一样。本台消息，恒远集团原高管苏婉宁等人职务犯罪一案，今日作出一审宣判，被告人周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苏明浩有期徒刑6年，违法所得继续追缴，并对恒远师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苏婉宁因犯职务侵占罪、故意销毁会计秉正罪等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情节严重，依法判处有期徒9年，并处罚金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。恒远集团随后发表声明，表示尊重司法判决，并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。10点之前把最后一轮测试结果发我，别等客户催。张工，新接口压测全过了，备份也留好了。行，按流程提交，别找顾董特批，正常走。客户续约率回来了，2个重点项目也提前了1周。新的供应商评分已经跑2轮了，价格、交付、关联关系都分开审，谁也不能一个人拍板。没问题就按制度走，别什么事都等我签。以前抢着签字，现在你倒闲人找你了，该我签的我签，不该我管的别塞给我。技术团队还是这批人，核心团队没换，新人也是老员工带，交付规则都写在附件里。那就3年，再出问题我第一个找你。找张工，
技术的事儿他比我清楚。刑事部分判决已经生效，公司追偿按判决继续执行，后面不用您一直盯着，按流程办。以后这类事儿法务自己处理。仓库今天清东西，翻到您以前技术部的箱子，还要吗？留着吧，哪天技术部缺人，我还能回去顶班。菜都凉了，你还回不回来？回，已经下班了。